陸程把責任書推到我面前，要我承認問題原料全是我一個人的錯。桌邊站滿員工，我若簽字不只要離店，往後所有索賠也會追着我。我沉默3秒，將文件推回去，說店可以給你，但我要換一份接手書。陸程沒想到我會放手，眼底先是一怔，隨即露出像撿到便宜的笑。喬欣已坐上我的主理人椅子，手指摸着胸牌，甜笑着說會照顧好店。陸程敲着原責任書說，你不是最愛這間店嗎？那就替他把錯全認了。我摘下婚戒，壓住新文件的簽名欄，逐字念出品牌、庫存、訂單和責任。這份接手書只寫一件事，從簽字起，舊店的利益與負擔都歸陸程。陸程急着拿走品牌，連條款都沒要求刪改，當眾寫下姓名與日期。墨跡乾透後，我收走自己的留存版本，才把那枚婚戒從紙上拿開。我交出店門鑰匙，只留下父親舊烤箱的鑰匙，轉身走出工作多年的地方。陸程笑着簽下的那張紙，從此把整間舊店牢牢接到了他手裡。我離店不到半天，喬欣的巨幅照片就掛上門口，蓋住了原來的招牌。照片旁寫着他是招牌蛋糕原創者，那款蛋糕卻是我熬了幾十夜改出的。喬欣抱着我的白色制服笑道，你的蛋糕以後只會記在我名字下。手機同時跳出賬戶凍結通知，陸程還傳話要我今晚搬出婚房。搬家公司把行李一件件扔到门外，雨水很快浸透紙箱和我的衣服。我沒有去搶家具，只擋住搬運工，指着父親留下的那台舊烤箱。陸程嫌他佔地方，我便用接手清單確認，那台烤箱從未列入店鋪資產。我又從書櫃拿回手寫配方本，任由喬欣抱走其餘衣物和獎牌。雨越下越大，我推着舊烤箱離開那棟房子，輪子在路面不停打滑。躲進騎樓後，我打開銀行程式，所有能動用的錢只剩800元。店、房子和存款都沒了，我手裡只剩一台舊烤箱與自己的配方。第二天晚上，陸程把舊員工叫到一起，宣布誰幫我就立刻失去工作。我站在店外沒有進去。9點整，何遠帶着商場的急單走進門。訂單要求300份蛋糕明早交貨，逾時便要退定金並賠活動損失。何遠不聽漂亮話，只問能否準時完成，並要求交貨時現場驗收。喬欣拿出我以前的成品照片，聲稱那些都是他帶着團隊親手做的。陸程怕大單落到我手裡，立刻搶過合約，在供應方欄位簽了名字。何遠轉頭問我是否仍能代表舊店，我平靜回答我已經離開了。陸程得意地看着我，我只補上一句，這張單我不跟你搶。我提醒何遠，明早務必逐箱打開，數量、外形和保存狀態都要查。陳怡追到門外問我為何讓單，我說先讓他們坐穩我的位置。牆上的時鐘已過9點，而陸程親手接下的300份，天亮前就要交。活動開始前，何遠打開紙箱，裡面的蛋糕大半塌陷，奶油粘成一團。陸程仍要活動方先收貨，說只要擺遠一點，賓客看不出細節。何遠轉問烤箱溫度和保存時間，喬欣張了幾次嘴，一個數字也答不出。我推着父親的舊烤箱進場，身後是連夜從租用廚房送來的完整成品。
為了趕上期限，我欠了廚房租金，也整夜沒合眼。但300份一份不少。我當眾切開第一份，內層穩定，水果和奶油的狀態也符合交付要求。河源檢查數量後說，我買的是能交貨的人，不是門口那塊招牌。他正式退掉路程的訂單，扣下定金，用來補償活動延誤與重新布置。整箱塌陷蛋糕被推回路程角邊，路程的臉色比紙盒還要僵硬。活動開始後，我補上的甜品很快售出，排隊的人一路繞過展示桌。河源把現場銷售款交給我，又拿出一把商場快閃櫃的鑰匙。他只給7天試營運，能不能留下，得靠我自己的銷量和交貨能力。鑰匙落進掌心時，路程失去了第一個大客戶，我則有了重新開門的地方。快閃櫃開業前只剩半天，3家供應商卻同時取消原定的原料配送。3則訊息寫得一模一樣，都說陸總已經打過招呼，不能再供貨給我。陸程隨後來電嘲笑，沒有我的供應鏈，你連1天都撐不住。我掛斷電話，不再求救供應商，帶着800元直接走進附近市場。角落堆着一批外觀不整齊的小果，果農說大店嫌賣相差，整車被退。我逐顆切開試吃，果肉新鮮，甜度也夠，問題只有大小和表皮不漂亮。我提出現金收購，並約定往後只按品質驗貨，不用外形壓低農戶價格。最後一疊現金交出去後，我口袋歸零，連失敗一次的餘地都沒有。陳姨推着第一車水果趕來，順口提到舊倉庫還封着幾箱紅色標籤庫存。我沒有追問，只和陳姨把水果搬進櫃位，開始清洗、分類和備料。天黑前，我們掛上手寫的江瑤甜柿，新的供應線也第一次送到门口。快閃櫃開門後，喬欣站在對面發半價券，我的展示櫃前一個人也沒有。他故意提高聲音，說我使用的都是被大店退掉沒人要的水果。我沒有遮掩，直接切開水果讓人試吃，旁邊標出來源和實際進貨價格。我說，不好看的水果不代表做不出好東西，味道可以當場判斷。我在櫃前組裝透明果塔，讓每層果肉、果膠和奶油都清楚看得見。第一名客人試吃後付了錢，又回頭帶來朋友，空蕩的櫃前終於排起隊。我把價格壓得很低，首日賺得不多，卻讓每個人都敢先嘗再決定。傍晚時，展示櫃從第一格空到最後一格，連預留的試吃品也售罄。我從營業款裡數出第一筆工資，放進陳姨手中，請他當面點清。那是我離開舊店後第一次靠自己的名字付出一份完整薪水。河遠收攤前來核對數字，確認首日售罄，卻沒有立刻答應續租。他給我3天期限，銷量必須再翻1倍，否則7天結束就收回櫃位。第2天，商場比賽海報掛了出來，透明果塔旁印的卻是喬欣名字。我的姓名被完全抹去，海報還宣稱那是喬欣最新推出的原創作品。喬欣走到櫃前笑道，有品牌的人才配叫原創，你只有1張折疊桌。我沒有撕海報，而是直接找到主辦方，要求增加現場重做環節。我說，照片只能證明有人拍過成品，不能證明海報上的人會製作。河遠認為規則合理，當場要求所有參賽者用現場材料完成報名作品。這項規則對每個人相同，主辦方隨即寫進公告，
誰也不能臨時退出。我看着喬欣說，既然是你做的，就當着所有人的面再做一次。喬欣面对直播設備只能點頭，手指卻把報名表邊緣捏出一道皺痕。他暫時占着整面宣傳牆，我則取得一個讓雙手說話的公開操作台。比賽規則已經落定，喬欣再也不能只拿一張照片冒充制作者。比賽開始時，喬欣占了主操作台，我只分到角落的一小塊位置。他面前設備齊全，我能用的只有自己推來的那台老舊烤箱。陸程在旁邊低聲說，沒有我給的電，你連像樣的蛋糕都做不出來。我檢查烤箱溫度後直接開工，沒有要求更換位置，也沒有抱怨設備。每放一層水果，我都說清楚順序與原因。直播間開始有人跟着記步驟。我也說明外形能模仿，果膠濃度與冷卻時間卻不能靠照片猜出來。喬欣頻頻看向我的操作，照着外形堆疊，手上的果膠卻始終沒有固定。他怕時間落後，還沒等成品穩定，就急着把果塔端到評審桌上。我的改良果塔剛完成最後一層，直播間人數已比開場時多出數倍。評審還沒切開，喬欣的果塔便慢慢傾斜，他伸手也扶不回原形。那座被他冒名的果塔，終於在直播畫面裡當着所有人倒了下去。果塔倒下後，評審沒有立刻評分，而是先請喬欣說明制作順序。喬欣連果膠何時加入都答不出，只反覆說現場設備影響了發揮。我切開自己的改良果塔，內層保持完整，水果酸甜也比原版更平衡。現場開放掃碼試買後，訂單數一路上升，購買結果成了最直接的選擇。主辦方確認評分與銷售結果，當場撤下印着喬欣名字的原創海報。工作人員將冠軍牌掛到江瑤下面，我第一次在商場看見自己的名字。喬欣先前取得的原創獎牌也被收回，因為他無法完成報名作品。何源走上台說，這1萬份我只交給真正做得出來的人。商場周年甜品訂單正式交給江瑤甜室，櫃位租期也延長3個月。這不是免費的勝利，我必須在短期內擴充人手、場地與每日產能。陸程盯着合約金額，原先的得意消失，轉身便叫人查我的制作地點。我拿到了冠軍與1萬份訂單，舊店卻第一次真正把我當成威脅。訂單交期已經開始倒數，而我的產線仍放在一間租來的共享廚房。交貨前5天，我帶人抵達共享廚房，鐵門上卻掛着一把陌生新鎖。門上貼着停止使用通知，管理方告訴我，剩餘租期已被陸程買下。已備好的鮮奶和水果都在車上，少1天冷藏，損耗就會迅速增加。陸程親自出現，提出只要我承認喬欣是共同作者，就能重新開門。我看着新鎖回答，店可以再找，名字我不再讓。我不再和他求情，立刻叫車把屬於我的烤盤和器具逐箱搬走。搬遷費從訂單預付款裡支出，每多跑一趟，能用來生產的錢就更少。果農願意借出空倉庫，讓我暫時擺放設備與還沒處理的原料。倉庫有電有水，卻沒有符合大批生產需求的冷藏空間。員工把最後1箱烤盤搬下車時，訂單交期只剩整整5天。我保住了團隊和設備，眼前那車鮮奶卻正在失去安全的保存溫度。
產線搬進倉庫當天，3名臨時員工同時收到陸程3倍薪資的邀請。他們看完條件，陸續解下圍裙放回桌面，說無法拿家庭收入冒險。我沒有責怪，只核對每個人的工時，將應付薪資一筆筆轉出去。陸程隨後把高薪合約送到陳怡手裡，還承諾先付他兒子的治療費。他站在倉庫門口說：“你守你的情義，我拿錢買走你的人。”我知道陳怡最缺的是醫療費，便沒有用多年情分逼他留下。我把他已完成的工資也結清，並說選擇哪份工作都不必向我道歉。所有款項付完後，賬戶餘額歸零，冷藏車的定金再也付不出去。陳怡握着那份合約走出倉庫，背影停了一下，最後仍沒有回頭。一排圍裙留在桌上，原本排好的生產班次瞬間空掉大半。倉庫溫度計越過警戒線，鮮奶和水果的可用時間正在快速縮短。我守住了不欠工資的信用，卻同時失去人手、現金和冷藏能力。凌晨，我切開失溫的原料，逐批檢查，結果已不適合繼續製作與出售。我命人全部封存報廢，沒有人可以為了趕交期把問題食品送出去。那批原料一報廢，首批周年甜品便不可能在約定時間完成。我主動打給何遠，承認無法準時交貨，並把檢查與報廢記錄交給他。何遠沉默很久，最後依合約取消萬份訂單，要求我退回剩餘預付款。我照數退回款項，沒有要求延期，也沒有把責任推給離開的員工。訂單一取消，3個月櫃位也失去依據，商場人員隨即送來撤櫃通知。一張張通知貼滿玻璃，我剛掛起不久的店名被遮得只剩幾個筆畫。喬欣帶着新團隊進場，宣布由舊店接手商場的周年活動。他看着我笑道：“你證明了離開陸程連7天都撐不住。”陸程也對外宣布，舊店將擴成旗艦店，用周年活動吸引新資金。我踩上梯子，手指碰到那塊手寫招牌時，木板仍留着烤箱的暖氣，螺絲一顆顆鬆開。我親手把江瑤田氏從快閃櫃上拆了下來。萬份訂單、商場位置和新店招牌都在這一天正式離開了我。撤櫃後，我在空倉庫架起手機，身後只剩舊烤箱和拆下的招牌。我沒有求商場恢復位置，而是公開承認自己確實沒能完成那張大單。我逐筆展示報廢和退款記錄，說明每一筆預付款都已退還原客戶。這些記錄只能證明我沒有用次品交差，不能抹掉我延誤交貨的責任。我對直播間說，這次失敗是我的，但不能吃的東西不會送到你們手裡。接着我宣布不再搶櫃位，每天只接現有人力與設備能完成的家庭訂單。每張訂單先確認數量和日期，滿額就關閉頁面，不再用超量換聲勢。第一名老客戶下單後留言，寧可等我，也不要買一個冒名的作品。那句話像一個開關，訂單數字從個位數一路往上跳，再也沒有停過。當晚第100張家庭訂單成立，我終於重新有了能轉動的現金流。我擦亮舊烤箱的開關，倉庫裡再次響起熟悉的加熱聲。家庭訂單剛穩定，陸程便公開舊海報，指控我從來不是品牌主理人。那些獎項與宣傳確實只印着他的名字，文件上找不到我的正式署名。我沒有說資料造假，而是在直播中承認，那些安排
曾經得到我的默許。當年我把婚姻和店綁在一起，以為不爭名字就能換來共同生活。我對着牆上的獎狀說，我最大的錯是把名字讓給不值得的人。我將印着陸程姓名的舊獎狀一張張撕下，不再靠他們證明自己。隨後我公布新規則，每件甜品都標明實際制作者，收入也按作品分成。這套規則不只給我署名，也讓每個參與制作的人看得見自己的價值。陳怡忽然走進倉庫，說陸程的合約尚未簽署，治療費也沒有領取。他說寧可靠公開分成慢慢負擔，也不再拿別人的作品去換預付款。陳怡撕碎高薪合約，重新繫上圍裙，我也重新有了最信任的夥伴。陳怡回來後，何遠只交給我100份測試單，要求4小時內完成。他沒有恢復萬份訂單，只想確認我在小規模下能否重新穩定交貨。我和陳怡把工作拆開，從備料、烘烤到裝盒，每一步都記錄時間。每盒貼上原料來源與制作者姓名，出問題時能立刻找到對應環節。這張測試單利潤很低，卻能重新證明我不是只會做比賽作品。4小時到點前，最後一盒封好，我親自把整批送到何遠面前。何遠隨機抽查10盒，重量、外形與保存溫度全都一致。他對企業客戶說，他失敗過一次，但從沒拿次品騙過任何人。群組裡很快跳出第一則通知，一家公司宣布取消舊店的長期訂單。接着第2家、第3家，整整30家企業把合作轉到江瑤田市。陸程那邊的退款通知連續亮起，原本穩定的現金流被硬生生切斷。我沒有拿回商場櫃位，卻從他手裡搶回了更穩定的企業客戶。陸程忙着籌備旗艦店時，陳怡拿出離開舊店前拍下的倉庫照片。照片裡那批問題庫存仍封在角落，每個箱子都有清楚的紅色標籤。另段送貨記錄顯示，同樣標記的箱子已被搬進即將開幕的旗艦店。照片只能證明箱子移動，單獨不能證明是誰批准，也不能證明是否使用。陸程已先對外聲稱，若庫存有問題，都是我離店前留下的管理疏失。我從文件袋取出那份全責接手書，翻到庫存與訂單責任的條款。接手書能證明陸程自願接下庫存，卻還不能單獨證明他知道後續使用。我的手指停在他的親筆簽名上，簽署日期正是我離店的那一天。我沒有提前公開，只把照片、文件與送貨時間依序整理進同一個資料袋。我對陳怡說，他搶走的從來不只是一間店，還有店裡的責任。紅標箱已進了旗艦店，而陸程正準備在開業日宣告自己完全掌權。旗艦店開業當天，直播剛開始，喬欣便穿着我以前的白色制服入戲。他坐在主理人位置接受祝賀，胸前別着曾經屬於我的職位牌。陸程當眾宣布與喬欣訂婚，還說屬於江瑤的時代已經結束。我帶着文件袋走進會場，他指着我笑，說我只能來看別人享受成果。有記者問問題原料的管理歸屬，陸程為了證明權利，立即搶着回答。他對直播說，這間店從原料到配方，每一樣都由我做主。記者再次確認是否包含庫存與進貨，他點頭說所有決策都經過批准。我沒有插話，
只看着直播頁面，保留那段公開回答與清楚的時間。陸程以為我無話可說，舉杯宣告旗艦店將靠新資金擴張更多分店。工作人員隨後將第一批甜品端上嘉賓桌，托盤旁放着紅標原料外箱。陸程剛親口認下全部控制權，而那些紅色標籤已經出現在開業席間。陸程舉杯宣布旗艦店開業成功，喬欣坐在主理人席接受所有祝賀。他指着我說：“我只配看着親手養大的品牌永遠屬於別人。”我先請客，遠暫停試吃，沒有人碰那批甜品，商場人員也守住餐桌。接着我將全責接手書投上大熒幕，陸程的簽名與日期清清楚楚。我說，文件不能單獨證明原料安全問題，卻能證明庫存早已由他接手。陸程立刻反駁說，那些箱子是我留下的，他根本不知道裡面有什麼。我播放他剛才的公開回答，他親口確認所有庫存、原料與決策由他批准。陳怡在展示連續照片，紅標箱從舊倉庫一路被搬進旗艦店，標記未變。何遠當場終止合作，30家企業的撤單通知也在同一時間亮起。投資方代表確認旗艦店無法正常營業，立即停止剩餘資金付款。喬欣急着把責任推給陸程，商場代表卻要求他現場說明招牌產品製程。他依舊答不出，先前國塔倒塌的直播記錄也被調出，主理人胸牌隨即收回。陸程想撕掉文件，我提醒他雙方各有留存，直播也已完整記下內容。商場代表依食品安全條款封存甜品，並要求停業，何遠則交給我年度合作書。我把婚戒放在接手書旁說，店給你，現在連他的債一起拿穩，牌匾隨即拆下。3個月後，旗艦店停業處分正式生效，退款與欠款也進入清算。陸程賣掉婚房與店內設備，用所得支付客戶退款和仍未結清的債務。喬欣失去主理人職位，訂婚解除，所有冒領作品也從宣傳頁撤下。何遠和30家企業的年度合作款依合約匯進我新成立的公司賬戶。我租下有落地窗的正式工作室，並把一半合夥份額交給陳怡。第1季結算後，我用利潤付下自己的小房子，不再依附共同賬戶。新店牆上標明每位制作者姓名，收入也依公開規則分到每個人手中。果農成了長期供應夥伴，那些外觀不整齊的水果依舊是店內招牌。我把父親的舊烤箱擦乾淨，放在新工作室中央，繼續烤每天的訂單。拆下的手寫招牌被重新裝裱，旁邊掛上正式公司名稱與所有夥伴署名。舊婚戒被熔成門牌上的小圓點，不再代表婚姻，只替過去畫下句號。陽光下，透明果塔再次售罄，新店第1塊正式招牌上只寫着江瑤。